在数千年的神话传说中，天宫是天上神仙聚居工作的地方，是天地人三界最高的统治中心。自打三皇五帝中的颛顼绝地天通，断开了凡间到达天界的路以后，凡人也终于可以登上天界，一窥天宫的日常了。当然，两个天宫不可同日而语。那么，神话传说中的天宫是什么样子呢？《西游记》第4回美猴王第一次上天时，对天宫有一段相对比较完整描述：初登上界，乍入天堂，金光万道滚红泥，锐气千条喷紫雾。只见那南天门，碧沉沉琉璃造就，明晃晃宝玉装成，两边摆数10员镇天元帅，一员员顶梁靠住，持喜拥毛四下列10数个金甲神人，一个个执戟悬鞭，持刀仗剑，外厢有可入内经人里壁厢，有几根大柱，柱上缠绕着金鳞耀日赤须龙，又有几座长桥，桥上盘旋着彩羽，凌空丹顶凤，明霞晃晃映天光，碧雾蒙蒙遮斗口。这天上有33座天宫，乃潜云宫、毗沙宫、五明宫、太阳宫、花耀宫等，一宫供给吞金稳寿。又有72重宝殿，乃朝会殿、灵虚殿、宝光殿、天王殿、灵官殿等，一殿殿柱，列玉麒麟。寿星台上有千千年不谢的名花，炼药炉边有万万载常青的秀草。又至那朝圣楼前降纱衣，星辰灿烂芙蓉冠，金碧辉煌，玉簪珠履，紫绶金章，金钟撞动三曹神表进丹池，天鼓鸣石，万圣朝王参玉帝。又至那凌霄宝殿，金钉攒玉户，彩凤五朱门，复道回廊，处处玲珑剔透，三檐四簇层层龙，凤翱翔，上面有个紫微微，明晃晃圆丢丢，亮灼灼大金葫芦顶，下面有天妃悬掌扇，玉女捧仙金，恶狠狠掌朝的天将，气昂昂护驾的仙卿。正中间，琉璃盆内放许多重重叠叠太乙丹，玛瑙瓶中插几枝弯弯曲曲珊瑚树，正是天宫异物斑斑有，世上如它件件无。金雀银鸾并子府，奇花瑶草计琼趴，朝王玉兔弹边过，参圣金乌着底飞，猴王有分来天境，不堕人间点污泥。33天天宫，72宝殿，这里面提到了33座天宫，72重宝殿。这33座天宫对应的是佛教的33重天，在中国道教的说法中，天界则是有36天宫与72宝殿，对应天罡地煞之数，合计108座主要建筑。其中我们常听说的凌霄宝殿位于大罗天的最高处，又称黄金凌霄殿，就是玉皇大帝上朝办公的主殿。大罗天是最高层，从它往下走就是三清所在的三清圣境，分别是玉清圣境清微之天、上清真境雨鱼之天、太清仙境大赤之天。别看三清住在大罗天之下，实际上他们是幕后的大佬，是天庭的3个原始股东。大罗天这个办公场地也是为了给玉帝撑面子让给他的。三清圣境往下便是四梵天，又称圣弟子天、众民之天，而且还分4层：无上长龙天、玉龙腾圣天龙变梵度天平玉甲一天，专门给修道有成的大能们居住。四梵天再往下就是神话传说中常说的跳出3界外的3界了。三界在佛教中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在道教中则是天地人3界。佛教把这3界又细分成28天，其中欲界占6天，色界18天，无色界4天等等。其实到了3界，佛教道教都没有纯粹的只说天上了，道教的天界以下就是人界、人间、地界、地府。佛教忉利天就在佛教所说的须弥山顶，忉利天以下是4王天，处于须弥山腰。接着就是地面的4大部洲：东胜神州、西牛贺州、南丹部洲、北俱泸州了。有意思的是，《西游记》里面太上老君所著的《红楼梦》里面，警幻仙子所在的离恨天并不在这些天里面，但民间又有个说法是33层天，离恨天最高。这离恨天莫不是太上老君开辟的另一独立空间，或者就是所谓的天外有天？回头看看这3界24天的设定，不得不让人感叹，佛教也真是了不起，在那么早就开始实行了这么详细的分级。而且佛教不但对天界划分了这么多层，还对地狱也划分了18层。
不过佛教18层地狱是根据自身所犯的罪孽来分的，是平行分类，而不是一层比一层深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以前做过的。我们从古籍中经常看到天地的概念，古代皇帝祭天，也就是祭祀天地。那么这个天地到底是谁呢？有人说是玉皇大帝，也有人说是五方天帝、黄帝、炎帝等等。可见我们对天地的概念还是有很多不清楚地方。那么我们今天就说一说古籍中记载的天地到底是谁，我们了解的诸多天地又是什么关系。首先，天地很明显是源自于古人对于天的崇拜和信仰。地，通地即缔造者的意思，也就是缔造文明的最高神仙。对天的崇拜和信仰在世界各大文明的神话中都有体现。比如古希腊神话中，原本地位最高的就是天空之神。古印度最初的最高神帝是天，也是天的神话。在我们的神话中，天地也一直作为最高的神话信仰。所谓天地，不依托于宗教的存在，是文明神话中的自发信仰。古代帝王自称天子，就是基于这个神话信仰来说的。广义上的天地即天的化身，代表着神话中的正统。那么天地具体是谁呢？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。作为自然神，天本无具体形象，但人们要祭祀，免不了就要塑造一个形象，这就是天地。历史上不同朝代祭祀的天地是谁，是有差别的。一般是指昊天上帝，昊天上帝是儒家信奉的正统天帝，但并无具体形象，更接近我们说的广义上的天地，只是一个位置，具体还得看情况。常见的情况是把自己的祖先奉为天地祭祀，比如夏朝的天帝是大禹，商朝天帝是帝喾，把自己的祖先奉为最高神天帝供奉，后人都是一脉相承，最后总结起来，也就诞生了我们常说的五方天帝：东方青帝、南方赤帝、中央黄帝、西方白帝、北方黑帝，即是对应上古太昊、神农、黄帝、少昊、颛顼等人。这个五帝的概念不同于我们常说的三皇五帝，是纯神话设定，当然有对应关系，即把祖先奉为神灵。我们自古就有祭祖的习俗。总之，先秦古籍中记载了大把上古时代的部落首领，祖先为天帝。另外，在《山海经》中的帝俊也是另一个不同族谱中的天帝。可见天地众多，我们可以看到古籍中大把的天帝本身代表最高信仰，数量多了自然有问题。因此汉代以后很多天帝的格位有所下降。汉朝尊太一为最高天帝，太一起源于楚文化中的最高神话信仰，大概是汉高祖刘邦出身楚地的原因。而在儒家崛起之后，天帝的位置又回归到昊天上帝身上，而五方帝也同样祭祀，格位要低一级，是为人帝。昊天上帝和五方帝的关系，我们看《隋书·礼仪志》记载非常明确，天称皇天，亦称上帝，亦只称帝。五行人帝亦得称上帝，但不得称天。总之，一直到清朝为止，最高天帝也就是昊天上帝。这其中也有插曲，就是宋朝，传说宋真宗梦到玉皇大帝，于是奉其为祖先神灵，把昊天上帝和道教玉皇大帝合二为一，也称天帝。从此，玉皇大帝和天帝的信仰在民间混淆，影响极深。但之后的朝代实际上祭祀的还是昊天上帝。综合来说，诸多天帝依托的基础还是自古以来对天的神话崇拜和信仰。天本无形，都是人类赋予了它形象和职能。核心上来说，还是人类对于自然的敬畏和尊重。如果喜欢我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、转发，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